华尔街神话级对冲基金态势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 在天才创始人 Leopold 婚礼前夜被强制平仓，第二天市场反弹。这个戏剧化的程度真的是剧本都写不出来。那同时呢，这样的大鱼被肢解装盘，往往也是市场变奏结束的休止符之一。同样的故事不断的在上演，以最跌宕的方式阐述着风险和收益的残酷现实。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故事的主人公 Leopold， 2001年出生于德国，16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与数学统计学，19岁以全校第1名毕业。毕业之后直接加入 OpenAI， 进入了山姆奥特曼最看重的超级对齐团队，研究如何让超越人类智慧的 AI 保持可控。24年4月的时候，他被 OpenAI 以泄密为由解雇了。随后他用3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那一篇让他名震硅谷的165页长文《态势感知》。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 AI 发展的核心判断：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会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，而最先受益的不是应用层，而是算力基础设施、芯片、存储、数据中心和能源。那这篇长文呢，在硅谷和华尔街引发了剧烈的震动，因为其清晰透彻的产业理解和对核心数据的掌控，使得各路硅谷大佬纷纷成为了他的天使投资人。2024年9月，也就是被解雇5个月之后，对冲基金态势感知成立，初始资金就是2.25亿美元，员工只有8个人。接下来10个月就是Leo的封神时间，半年时间净回报率干到了 439%， 管理规模巅峰时期直逼200亿美元。在这7月的最后一周到来之前，他拿的完全是一本爽文男主的剧本。然而呢，就在他马上要举行婚礼的前夜，3家华尔街顶级投行直接把追加保证金的通知拍在了他的脸上。短短48小时之内，他手里所有的公开市场的仓位被强制平仓，然后以极其屈辱的折扣价打包卖给了城堡投资。前一天还是被各路资本追捧的 AI 预言家，一夜之间就干成了这一轮科技牛市里最戏剧性的一个注脚。他留下来的那160亿美元的带血的筹码，直接就端上桌，成了华尔街老狐狸们餐桌上最新鲜的一顿大餐。本来是爽文逆袭飞升的男主角，怎么就在婚礼前一下子变成了资本老炮们的盘中餐的呢？其实这就是资本永远玩弄人性的一个特点。产业是有逻辑的，而资本市场其实大多数时候它都是情绪。胜利一次，很多玩家就觉得下次还可以，那胜利10次的玩家就相信自己已经封神，直到盲目自信的幻觉破裂。没错，天才如 Leo 也是这样的一个狗血激情。他拿着大佬塞给他的那几个亿的本金，上了4倍的杠杆，重仓压住海力士、美光这些硬件基础设施，同时反手做空传统软件公司。这套多硬空软的策略在今年上半年那就是神挡杀神，那把基金规模呢迅速就膨胀到了200亿美元。华尔街那帮人最擅长的就是造神，各种新世纪的索罗斯的帽子往他头上扣这小伙才25岁，那一定是飘到了极点非常自信。爆仓的前几天还在给投资人的信里说，现在是加仓的绝佳时机，欢迎大家在8月继续打钱。结果后来的7月大家就知道了，这次美股的科技回调，很多核心持仓1个月内腰斩的都有那市场风格在这个月出现了特别诡异的切换，硬件股在疯狂暴跌，而他做空的软件股却在逆势大涨，多头在亏钱，空头也在亏钱。这个就是华尔街最经典的保证金死亡螺旋。那净值缩水就会导致杠杆率被动拉高，那投行就要求补交保证金没钱就只能强制卖股票，卖出呢又砸崩了股价，进一步触发更多的强平。它4倍杠杆意味着你用1块钱本金借了3块钱，总共4块钱在牌桌上玩，只要你的持仓跌掉 25%， 你的本金就清零了。而提供资金的主经纪商为了保全自己的本金，根本不会给你亏到零的机会，跌到 15% 到 20% 的时候，催命的电话就已经打过来了。让他跌落神坛的从来都不是他对 AI 产业的判断错了，而是他那4倍的杠杆。很多人事后诸葛亮说他长期的逻辑没错，算力紧缺是事实但问题是，再完美的产业的长期逻辑，在绝对的短期流动性危机面前是毫无意义的。而这种血洗市场的阶段，往往就是潜伏的真正的金融巨鳄张开血盆大口的阶段。这种100亿美元级别的多头面临崩盘，才是真正给这次这样的级别的波动画上句号的时刻。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大通这3家主经纪商比谁都清楚，如果让这160亿的筹码直接砸向公开市场，不仅股价会跌得妈都不认识，他们借出去的钱也会变成坏账。于是一场非常隐秘的36小时紧急竞价就开始了。在这个系统里，巨大的价格波动就是巨大的利益转移的机会，最终吃到爽的是肯格里芬的城堡投资。
这次交易的过程啊，又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流动性收割。城堡以大概4-5折的价格啊，骨折价全盘接手了 Leo 的资产包，等于说用600多亿人民币的价格，硬生生吞下了1000多亿的筹码。而且最具戏剧性、最能体现这种资本定价威力的一幕，紧接着就发生了。